这个老年痴呆的罪魁祸首啊，竟然是一个小小的金属碗。你回想一下啊，咱们这代人，谁家没有使过铝锅、铝碗、铝饭盒呢？我读书的那个时候就一直用的是铝饭盒，但谁能想到，铝竟然是老年痴呆的罪魁祸首。重金属进了菜，进了汤，进了肚子，它就很难再出来了。今天这一期啊，我就按以下几点来告诉大家：第一，重金属都有哪几种？第二呢，到底怎么危害你的身体？第三，真超标了怎么治？第四呢，平时怎么预防重金属中毒？以大白话的方式啊，给你讲清楚，听完你心里就有数了。重金属啊，有10几种，你不用全记，记住最常见的5个就行。这个铝、银、铬、汞、铅，这些东西啊，自然界本来就存在，不是谁发明出来的啊。这里呢，我得先把这个事儿说明白。咱们今天聊的呀，可不是新闻里那种急性中毒，比如矿区、工厂里啊，重金属一下子把血液里的指标顶上天，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。咱们普通人啊，真正要留意的是另外一种，今天进来一点，明天进来一点，慢慢的在细胞里面堆积起来，你根本察觉不到，它也不声不响，就这么一点点攒着，等攒到过量了，才开始出毛病。重金属进了细胞啊，会干什么呢？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这个细胞里头啊，就像一条条运转的流水线，一道工序接着一道工序，配合的特别好。重金属呢，好比混进流水线齿轮里的沙子，一两粒没事儿，但沙子一多啊，整条流水线就会出问题。这重金属对身体的伤害，临床上啊，我们见的最多的有2大方向。第一个是血管，咱们前面聊过，这个血糖、血脂和重金属是导致血管硬化、斑块形成的3种原因。这里头啊，重金属最容易被忽视了。国外有研究发现啊，这个汞超标就会导致动脉斑块的形成。2024年呢，国外心血管领域的一项顶级期刊上有篇报道分析，这个铅、铬、汞、银这些重金属会加剧血管的氧化应激。什么叫氧化应激啊？简单说，就是血管壁生锈发炎一样，慢慢受损，跟血管疾病的研究非常密切啊。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是，斑块呢分硬的和软的。我们在临床上发现重金属沉积多的人，斑块会通常偏硬。这个硬斑块呢，它比较稳定，不容易脱落。一旦长成了，想让它变小就难了。你先别慌，硬斑块就像长在血管上的老茧，它稳当，不乱跑。你把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管好，跟它和平共处。那软斑块呢，有脱落的风险，但治疗起来反而更容易解决。
所以你看啊，硬有硬的好，软有软的好处。医生评估斑块的时候啊，这两方面都要考虑，各有各的处理方法。第二个方向呢，是各种结节，甲状腺结节、乳腺结节、肺结节，现在查出来的人特别多。结节到底是什么呢？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身体自己盖的防御工程。这个炎症啊、病菌这些外头的坏东西闯进来，你的免疫细胞马上就冲上去，想把它摁住，不让它到处乱跑。拿什么固定呢？我们临床上也观察到，有些结节形成的过程里啊，会有重金属参与。这个身体啊，干脆借助那个重金属来帮忙，跟砌水泥墙一样，把坏东西围起来，封死。你看，这个坏东西啊，还能派上点用场。所以呢，结节呢也分两种，毛玻璃样的，就是 CT 片上看着像一块毛玻璃，模糊糊的一小片，比较松散。这种啊还可能继续长大，得持续观察。实性的呢，尤其是带钙化的，等于啊水泥彻底凝固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重金属的两面性。它在血管里啊捣乱，是坏东西，可是有些结节那儿又帮了忙。人体就是这么奇妙。除了这两块啊，重金属呢还爱欺负一个地方，就是脑子。有的老年人啊记忆力不好，去做个头颅检查，报告常见的一句话叫脱髓鞘改变，也就是老年痴呆症。而导致这些疾病的重金属就是铝。铝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就是铝锅、铝铲、铝饭盒，谁没用过？我的留学阶段一直用的就是铝饭盒，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喜欢用不锈钢的，反倒会减少铝的中毒的来源。这个重金属铬啊，吸烟的烟雾里含有铬，这是硬化血管的材料，所以吸烟的呢，不只是伤肺。汞的来源比较多，一些老的补牙材料，鱼头、小龙虾，这个冬虫夏草，还有喝浓茶、中草药里面都会含有汞。特别是那个鱼头啊，是鱼身上重金属富集最多的部位。国外研究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大型鱼类是人摄入汞主要来源。鱼是好东西，但别顿顿吃啊。这个化妆品呀、染发剂，尤其是那些快速美白的，这个铅和汞啊，往往都超标。最后一个说出来你可能还挺熟悉的，那是银。这个银手镯、银戒指啊，问题不大。可是有人呢，用银碗、银筷子，尤其是拿那个银罐子啊装茶叶。我见过一位老先生啊，这个银超标很严重，找来找去呢，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他那个银罐子上。你看，重金属的来源啊，有时候就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有人会问，那金子呢？
金子啊，其实也算重金属，但它很难进入人体。古时候说吞金自尽啊，那不是中毒，是金子啊把胃给磨坏了。所以金首饰啊，你尽管戴，不用怕。假如查出来这个重金属含量超标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啊？我的方法是4步走：断、排、查、治。先说断，把上面这些重金属来源啊检查出来，能换的换，这就是最有效的方法。然后是排，日常饭菜里就能解决。青椒、大蒜、洋葱这类含硫多的食物，能让重金属早点从人体排出去。所以青椒、胡萝卜、香菜这些平时有人不爱吃的，其实是处理重金属的好东西。有研究发现啊，矿物质硒能抵消汞的毒性，蛋、肉、蘑菇里都有硒，正常吃饭就够了。再有就是纤维素，可以帮身体把废物带出去。多吃粗粮、蔬菜，肠道通畅了，该排的能排掉，这个垃圾和重金属啊就不会留在肚子里了。所以别挑食，别瞎忌口，肉蛋奶、青菜杂粮均衡的吃。接着是要查，临床医院啊，通常抽血检测的主要是看重金属是不是到了中毒的程度。预防医学呢，主要是通过皮肤细胞检测，评估细胞内重金属的含量。最后是治，如果真超标了，别信偏方啊，医院有正规的疗法，就是重金属螯合治疗，有输液的，有口服的，医生会根据你超标金属的指标来选。但要记住啊，这些药各有各的侧重，各有各的专长，必须由医生评估，千万别自己乱用。很多人呢是等血管硬了，斑块长出来了，才急着去找医生想办法，其实应该早去预防。听完这期啊，你今晚就能做的3件事儿。第一，饭桌上鱼头少来点，别炖着吃。第二呢，家里的老的那个铝锅、铝铲能换就换。美白化妆品啊，能不用就不用。第三，已经有斑块、有结节的，下次复查问一下医生，要不要评估一下重金属。你听完血糖、血脂和重金属这3期啊，其实就聊一句平衡。这个《黄帝内经》里啊，早就讲透了，人在天地之间啊，贵在阴阳平衡。这话放在健康预防上一样管用。我一直说啊，最好的治疗都是从养开始。养康医这个顺序啊，一定不能弄反了。我是刚叔，行医几十年啊，现在在海南专门教你怎么养身体。上面这些重金属的来源啊，你家里发现了哪些啊？你是否有重金属中毒的表现啊？评论区告诉我，咱评论区见。